天天夸幻塔是魂系剧情，究竟是名副其实还是徒有其表呢？幻塔 4.0 版本因为出色的剧情表演，不仅口碑实现逆转，很多剧情混剪也出圈了。但这些都只是明线上的故事，就像你通关了黑魂，可能只知道一路点火堆了。隔网的剧情远远没有看起来那么简单。下面小峰就带大家一起来盘点那些你错过的细节。第一点，诺拉的身份是失忆的联邦特工，身为星期三盗窃团伙的大姐大，不仅实力卓越，身材也异常的膨胀，一出场就让玩家目不转睛。她的身份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好奇。在主线中，我们与星期三合作潜入极光大厦，需要伪造身份，而诺拉却没有安排自己的身份。与他对话后会得到这样的回答：他是系统里不存在的人，也从来没有被认出来过，所以平时也不用戴面具。这里有两个信息，第一个，系统指的并不是隔网，而是人口户籍系统。星期三的灰狐是顶级黑客，只要有他的档案，肯定不会错过。找不到档案，那就说明他的个人档案保密度极高，或者从未被登记。这种情况在现实中也是存在的。特工或者杀手，特工的档案属于绝密，杀手则是没有固定的档案。猜测他是特工或者杀手还有一个原因，那就是他本身的实力。安可为了复仇拜他为师。当初一个叫席格的小女孩，可怜巴巴求我教导她，因为她要替父母向极光工业复仇，为此她愿意放弃全部的过去。不过你放心，我的本事都是大姐头手把手教的，爬个窗户什么的轻轻松松。一身的本领都是诺拉教的，普通人可不具备这样的身手。虽然猜测有两个，不过杀手的可能性并不大。杀手为了执行任务也需要伪造档案，不然该如何合理的出现在大众面前？而诺拉是系统里不存在的人，说明他的档案是被内部隐藏或者删除了。这里就引出了第二条信息，他已经失忆了。如果他记得自己是特工，就不会行事这么高调。这也对应第二句话，从来没有被认出过。这句话本来是形容伪装的很好，但他却没有做任何的伪装，所以表达的是另一层意思，没人认出我究竟是谁。这同样可能是诺拉加入怪盗团的原因。他希望通过自己的活跃引起熟悉人的关注，从而找到身份线索。不过能实锤这一点的消息并非这些。好了，小峰不卖关子了，他的原名叫做安托利亚，是负责反恐的联邦特工。这条信息来自资料集中的暗网消息。如果把诺拉的失忆、实力强横和安托利亚的反恐、失踪联合在一起，就很容易想到两者之间的联系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星期三团伙的秘密基地可以设在奥丁酒馆，肯定不会是安可的面子，而是诺拉的面子。这样的话，老板巴格斯的身份就让人玩味了。我只是想提醒客人，这杯酒是很特别的。冈格尼尔是奥丁的武器，又名命运之矛，一经投出必定命中。在奥丁酒馆中，只要你肯花钱，是可以买命的，但最多只有72小时，任何势力和组织都无法抓捕你。不过只要过了期限，保护就会消失了。这说明巴格斯要么是背景极大，要么就是实力极强，强大到没有人敢招惹。那他收留诺拉的用意就很令人猜疑了，他究竟知不知道诺拉之前的身份呢？抛开这些不谈，巴格斯这个名字也很有意思，巴格斯 Bugs， 而隔网刚好又是超级计算机演绎的虚拟世界，这会是巧合吗？关于诺拉失忆的原因，后面也会讲到，这里先卖个关子。第二点，元能瘟疫被更改为了时空异变灾难。这个最早出现在海加德总部 NPC 的对话中。从他们的对话中，我们得知，因为海加德保密条例，才对外将时空异变灾难改名为元能瘟疫。这种做法实际上是混淆视听，为了掩盖异变的真相。不过，这依旧难不倒小峰。在游戏的过场 UI 中，小峰找到了更详细的介绍，人类利用元能探索时空的过程中发现的一种时空灾难。无法通过现实物理手段进行隔绝，随后蔓延至全球。大灾变后改名为元能瘟疫，这和我们听埃文斯讲的元能真相是不同的，但席卷全球的过程是一样的。这也是为什么会发动第二次回溯的原因。在这段信息中，最重要的是两处，一处是发现一词，第二处是无法隔绝。我们一直以为大灾变是海加德自己作的，但现在看来真相并非如此。发现一词说明时空灾难是本来就存在的，只是刚好被探索时空的人类发现了，之后发现无法去隔绝它，被逼无奈之下只能发动第二次时空回溯。结果因为元能反应堆爆炸，导致发生了大灾变。之后为了掩盖时空灾难的真相，海加德对外改口称是发生了元能瘟疫，之后大力研发抑制器，可以阻止时空灾难对人体的侵袭，但无法隔绝。所以亚夏依旧会有异化生物的存在。
那么发现时空灾难的实验便是第一次时空回溯。第3点，原点再次出现。远望号的历史被官方承认，老粉丝都知道，小风的塔学基础是建立在星际殖民飞船远望号的。人类第一次接触原能是在公元2531年，这点在过场 UI 中也得到了实锤。远望号遭到了未知天体群袭击之后，发现了具有原能能量的原点，而原点在极光大厦也出现了。研究员，轮到你了。没错，罐子里面的就是原点。在奈美西斯与主角战斗的最后，主角被送回了表层世界，让楼层发生爆炸的就是原点。事实上，这并不是他第一次在新版本中出现。经过小峰的深扒，发现早在官方爆料的时候，原点就已经出现了。这是 B 站动态中的 SAM 数据库资料，上面记载，人类依靠在奇特物件原点的基础上，制造出幻塔核心部件原能反应堆，从而实现通过对马拉进行牵引，并获取马拉中的原能。原点便是原能反应堆的核心所在。这也说明极光大厦同样在研究原点，而且是背着联邦中枢在研究的。不过小峰很好奇，这么多的原点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？远的不说，久域的号轨改造也需要新的原能反应堆。如果一个原点对应着一个原能反应堆，那么这么多原点的来源是哪里呢？原点不仅出现在爆料中，在游戏的过场 UI 中是一样存在。不得不说，幻塔的细节是真的离谱。这是载入中的画面，这是载入完成的画面，你能发现不同吗？注意左下角的图标，可以看到前者写的是检测到原点共振效应，后者则是幻塔联合启动已完成。这个介绍应该就是捕获马拉彗星时期的记录，通过多个幻塔相互作用，成功捕捉马拉为艾达的彗星。是不是被幻塔的细节惊得汗流浃背了啊？对呀，我堂堂 Ace 现在让你看到了我的真面目，你难道都没有很震惊吗？但原点的剧情并不止于此，在剧情中，诺拉见到原点之后出现了短暂的失神现象，这说明他在失忆前见过原点。这里有2个推断，第一个是他是负责保护原点的，参与了原点的时空实验；第2个是他是调查人员，目睹了反派在做原点的实验。联邦中枢已经明令禁止未经授权不得研究新原能技术，所以诺拉要么是在保护过程中被袭击了，要么就是调查过程中暴露了，这才从安托利亚失忆变为了诺拉。第4点，神翼正式出现在游戏中。既然远望号的历史被承认，那么飞船上发生的事情就都是真的。为了应对异变，飞船上曾经研究过基因改良方案，而且成功了。只有小部分人接受了改造并成功免疫。在后来关于夏佐的赞誉中，他们被称为神翼。刚巧在隔网世界中，现任政府首脑为联邦中枢秘书长基拉。基拉这个名字想必高达迷们不会陌生，自由高达的驾驶者，同时他也是一名基因改造的新人类。官方用他的名字来命名，多少有点隐喻的意味。在高达世界中，基拉是站在全世界对立面的天选之子，不知道在幻塔中是不是也会如此呢？第5点，贤者的目标出现了。在新版本中，不只是出了新的剧情，新手期的剧情也被改动了。让我们来看一下贤者说的话。计划已经开始，取得门的钥匙势在必行。授权者，这是能够改变时空的力量。取得门的钥匙势在必行，授权者，这是能够改变时空的力量。门的钥匙指的是超级计算机格索托斯，格索托斯名字来自于尤格索托斯，他又被称为门之月。贤者的目的之一便是他。不过后面的话信息量更大，授权者能够改变时空，他又是怎么知道的呢？这是需要有实例作为参考的，也就是说曾经有人做到了，但这个授权者不会是我们，也不会是帕罗蒂，他应该是大灾变前的授权者。刚巧这个授权者的名字真的出现了，在未来人类主义的介绍中，提出这一理论的便是授权者卢修斯。让我们来看一下未来主义的 logo， 中间的3角代表的是幻塔，弧线代表着轨道，星星指的是彗星马拉， FH 则是 Future Human 的缩写，意为未来人类。这种主义认为原能就是人类的未来，而卢修斯也是我们已知的大灾变之前的授权者。如果说贤者为什么对授权者可以改变时空这一点深信不疑，那他很可能就是原因。如果他真的改变过时空，那会是在什么时间呢？还记得弗利加一直在追查的968号吗？第2次回溯之所以失败，就是他造成的。这点在埃文斯口中也得到了实锤，确实有人干预了第2次回溯才导致的失败。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，主导回溯的是原能改造的超级量子计算机格索托斯，而能操作格索托斯的只有授权者。所以时空回溯的成败实际上都在授权者的身上，能在回溯过程中篡改参数的也只有他。可是他为什么要让回溯失败呢？这就是第6点，巴别塔的传说成真了。相传很久之前，人类因为傲慢决定修建一座通天之塔，这赤裸裸的挑衅激怒了天上的神明，
于是神开始用语言分化建造塔的人类，由于语言之间不互通，人类的分工协作被迫停止，最后塔没有建成。这就是巴别塔的传说，同时也是幻塔的灵感来源。现在回到游戏中，是不是发现隔网的现状也是如此呢？针对元能的使用，有人支持，有人反对。相比之下，九域对域能的使用就团结得多，这也是为什么九域可以发展迅速的原因。如果没有惠民的袭击，九域取得的成果不会亚于艾达。反观艾达这边，由于未来人类主义与卫斯艾达主义的出现，两者相争一直在内耗。联邦的禁止元能法案更加抑制了元能的发展。这一切看似是两个利益体的斗争，但倘若是有人不愿意见到人类掌握元能呢？元能不是风能、太阳能的平替，而是一种超级力量，是可以跨越文明壁垒的力量。这让我想起之前看过的一种阴谋论，在宇宙中，高等文明会在低等文明中间安插间谍，当低等文明即将掌握跨文明级的技术时，他们就会从中捣乱，从而让低等文明一直是低等文明。卢修斯会不会就是这样的间谍呢？表面上高举支持元能的大旗，实际上却是为了激化人类之间的矛盾，并在最后关头倒戈一击。不过这些都是基于巴别塔的传说展开的推测，还要看游戏剧情后面的发展。第7点，马拉彗星终于时装进了游戏，在隔网世界中，晚上是能看到一颗星辰划过夜空的，这颗星辰就是马拉彗星。在隔网世界中，马拉被捕捉成了艾达星的卫星，所以是能用肉眼看到的。那之前我们在亚夏和维拉看到的又是什么？答案是啥也不是。在九域号轨的改造中，波勒威曾经说过，马拉处于更高的维度，我们肉眼是看不到的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为什么大灾变后马拉彗星去了更高的维度呢？这里其实有个思维上的误区，不一定是马拉彗星升高维度了，也可能是大灾变导致整颗艾达星包括九域都降维了。维度是一个很难解释的概念，就像蚂蚁的眼中世界是立体的，但在我们看来，它看到的世界是平面的，所以我们认知的维度不一定是高维度看我们时的认知。不过这样也解释清楚了一件事情，在九域决战的时候，天门炮发射后，马拉彗星出现了。以前我们认为是它被降维了，现在发现实际上是我们升维了。在那个瞬间，九域重新回到了原有的维度。这也说明人类要想回到原来的时空，要想和地球重新建立联系，元能是必不可少的辅助力量。幻塔4.0的剧情虽然收获了大家的很多好评，但是在小峰看来，剧情其实是比以前更加简单易懂了，对话变得直来直去了，不绕弯子，也不特意搞谜语人了。这样做的好处是新人也能看懂剧情，并且参与讨论了。坏处是更深层的线索彻底与主线解绑了。就比如这一期的内容几乎都没有出现在主线中，但又与主线息息相关。如果说之前小峰的解读是对幻塔谜语人的解释，那么现在的解读与主线之间更像是互补的关系。所以我这边反而更加晦涩难懂了。没看懂的小伙伴先不要急，幻塔的世界观很庞大，之前只是因为剧情表演被人诟病，小峰已经在整理幻塔全剧情的解说版了，从头到尾带你了解幻塔的故事。点个关注，等后续就可以了。好了，本期就到这里，关注小峰，带你体验不一样的幻塔。我总能做你最好的朋友了吧？